1折疊、2折疊、3折疊，怎麼折疊都可以。Hello， 兄弟们啊，咱們今天拍的车型呢是即将上市的領克 Z20。那麼今天呢也是來到了廣州啊，首批試駕這台車型。一會兒的話跟大家講一下這台車的駕乘體驗。那麼這個是它的鑰匙。那麼好，咱們簡單看一眼這個車的外觀和內飾。首先看一眼它的前臉啊，依然採用了領克家族第2代的一個設計語言啊，就是你離老遠一瞅的話，就能看出這是一台領克的車型。然後燈組這一塊的話，採用了一個分體式的設計啊，上面的話呢是它的一個標誌性的日間行車燈，然後下邊的話是它的遠近光燈，都是帶透鏡的。前面保險槓的話呢是有6個雷達點的，這個車帶前倒车雷達，然後中間這裡的話呢有一個攝像頭。這台車的尺寸為長4460，寬1845，高1573，軸距為2755，定位呢是一款緊湊型的 SUV。懸掛的話採用的是前麥弗遜後5連桿的一個懸掛結構，並且的話底盤前後都是採用的全礦石副車架啊。這種好處就在于可以大大提高底盤的一個整體的強度和刚度，讓整個車開起來的話更加穩一些。從側面可以看到啊，它後面採用了一個大溜背式的造型啊，這個的話在同級別的車型來講還是非常少見的。然後的話上下車身採用了一個撞色的一個設計啊，形成了一個懸浮式車頂的效果，並且的話它後排玻璃採用了一個隱私玻璃的設計啊，這樣的好處是在於可以很好保護後排玻璃的隱私。輪毂的話採用了這種鋁合金的運動型輪毂啊，然後它的前後制動盤呢都是採用的布雷伯的雙通風制動盤，搭配了博世的制動控制器以及萬都的卡鉗。油量方面的話是非常到位啊，不僅讓你開得穩開得快，最重要的是你得剎住車呀。然後它的輪胎尺寸是235/50R19的一個尺寸。前機艙這裡的話，它做了一個儲物格的設計啊，平時可以放個包啊，或者是放一些隨身用品之類的。然后它動力方面呢，採用了一個後置單電機的一個布局，也就是說後輪呢負責驅動，前輪負責轉向。這樣設計好處在於可以大大提高整車的一個操控性能。然後它的電機最大功率是250千瓦，峰值扭矩最高可以達到373牛米，在同級別的車型來講的話，也是非常強悍的一個存在啊。然後這塊是加玻璃水的啊。主駕駛後側這裡呢是它的充電口，裡頭有快充和慢充，並且它的充電倍率可以達到4.5C，也就是說15分鐘能從10%充到80%，增加你的續航里程可以達到370公里左右。這個充電速度我覺得還是非常 OK 的啊。然後它的電池採用的是磷酸鐵鋰電池，電池容量是61.47度。再看一眼它的尾部啊，尾燈這裡的話做了一個貫穿式尾燈的設計啊，並且跟它的小尾翼呢做了一個非常巧妙的結合，這個設計的話還是非常的別致的啊。然後下面保險槓的話是有6個雷達點的，並且這個車是帶自動泊車功能的，對於新手來講的話，這個功能是非常友好的啊。然後咱們再看一眼它的後備箱空間啊，這是一個電動開啟的按鈕，在這個下面按一下。開啟之後的話，你看現在我把包放後面了，這個的話呢是後排沒有放倒的一個狀態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然後現在咱們把後排座椅呢給它撂倒，放倒之後可以看到啊，後排有一個微微的小斜坡啊，但是整體平整度還是非常不錯的，中間的話也沒有鼓包。平時咱們出去玩啊，短暫的躺後面休息絕對是沒問題的。而且的話呢，放倒之後整個空間的一個延展性也是非常不錯的，能裝不少東西。然後擋板下邊的話呢是它的一些隨車工具。然後這裡的話呢，還有一個下滲式的儲物格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能裝不少東西。門把手的話都是採用了這種半隱藏式的門把手啊，然後你把手伸進去，摁一下，哎，門就打開了。並且的話呢，它4個門的話都是採用了這種無邊框的車門設計啊，它的後視鏡也是採用了這種無邊框的設計啊，並且的話是帶電動折疊的。現在咱們上它的室內看看怎麼個事兒。整個內飾的設計風格的話，採用了這種比較簡約的樣式啊，也是當下比較流行的一個設計風格。而且的話，你看內飾的話，它也是雙拼顏色的啊，白色和這個藍色相結合的，並且的話，做工方面的話也是非常到位啊。門板這裡的話，包括方向盤都是採用這種皮質的材料，然後整個儀表台上方這裡的話，用的是這種軟質搪塑的，上面這裡的話還有一個 HUD 的抬頭顯，非常清晰啊。當然了，如果說有很多朋友不喜歡的情況下，也可以在它的中控屏裡面給它關閉。而且它的用料呢，採用的是北歐的一個環保標準啊。我在車裡拍半天車了，也沒有聞到特別刺鼻的一些氣味。我想這也是大多數車主比較關心的一個問題，尤其是家裡有寶寶的。座椅的話也是採用了這種比較親膚的皮質包裹材料啊，你可以看到上面有這種打孔的處理。
然後它这個頭枕這個造型也可以對頭部有一個很好的支撐，並且的話前排2個座的話都是帶通風加熱功能的。擋把呢採用了一個懷擋的設計啊，然後它的中控呢採用了一個 2.5K 的一個液晶顯示屏啊，無論說是看上去的一個整體清晰度，還是說使用起來一個流暢度，都是非常 OK 的啊。然後還支持 Flyme Auto， 你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，你是連手機啊還是自定義啊，那都隨便。然後在中控中間這個位置啊，設計了一圈 RGB 的這個彩色氛圍燈，你可以在中控這裡調節它的顏色，再搭配上14顆哈曼卡頓的音響，怎麼樣，兄弟們？這科技感和氛圍感屬性是不是直接就點滿了？中控下面這裡的話有一個 Type-C 的充電口，然後下面可以放2個手機，左面這裡呢可以實現50瓦的一個無線充電，然後下面這裡有2個杯架，你可以不用的時候給它周起來。然後中間這裡的話呢是它的一個中央扶手箱，裡邊的空間是非常大的啊，而且的話它採用了一個折疊蓋的一個設計啊，1折疊、2折疊、3折疊，怎麼折疊都可以。然后它的中央扶手呢是可以前後移動的啊，平时你開車的時候把它伸在前面，哎，你把胳膊放在這裡，這樣就很得勁兒。然後裡邊的話呢，大概能放1瓶可樂的樣子，差不多。它這個車門開關啊有2種方式啊，一種的話呢是這種電子開關，然後另外一種的話呢是下面有一個這個手摳的機械開關，而且的話它這個開門方式啊很方便，你把手往這個手摳裡一搭，手一摁，一把就可以把門開開，特別的方便啊。整個棚頂呢採用了一個天幕的設計啊，面積還是非常大的，而且我坐在車裡啊沒有感覺特別的熱啊，這隔熱性還是非常不錯的，而且還能起到一定的採光作用。安全配置方面啊，全系標配是7個氣囊，還帶中央安全氣囊。這個的話，在同級別的車型來講，確實是不多見啊。像什麼主動剎車啊、車道偏離預警、車道保持輔助啊、360環影以及 L2 級別輔助駕駛啊，這些的話都是標配。而且的話，它的高強度鋼占比可以達到81.62%，兄弟們，這你受得了嗎？就安全這一塊的話，領克確實做的是非常到位啊。還記得之前從60米懸崖掉下去那個領克08嗎？那麼現在啊，我把前排呢調整成我一個正常的駕駛姿態啊。那麼眾所周知啊，我是1.72米大個，咱們上後排呢看一眼它的空间表現啊。坐置之後的話呢，大概還有一個2拳多左右的一個距離吧。对於這個級別的車型來講，空間絕對是沒問題的。然後後排地台這裡的話有一個微微的小隆起啊，但是不影響後排的一個乘坐舒適性啊。然後後排這裡的話還有2個充電口，一個是 Type-C， 一個是 USB 的。頭部空間看一下啊，我坐在後邊的話呢，如果到這個車頂部的話，大概還有一個1拳的距離。如果要是到天窗啊，還有1拳多的距離啊，空間來講是非常夠用的。後排這裡的話還有一個中央扶手，然後裡邊的話呢是有2個杯架的。下面的話咱們再聊一下這個車的駕乘感受啊。今天咱們主要試駕的區域為城市路段啊，因為本身這台車定位就是城市型 SUV。首先說一下它的轉向啊，整個開起來的感覺是非常精準的，而且非常的跟手，並且由於這台車呢是後輪啟動，前輪轉向，再加上它的大馬力電機，你在城市裡超個車呀、並個線吶都是非常輕鬆的啊，特別的靈活。它的底盤調教呢屬於那種偏運動的感覺，非常的緊緻啊，並且不是那種硬邦邦的感覺。當你路過減速帶或者比較顛簸的路段，你能明顯感覺到底盤是哪個方向給你帶來的反饋，完全在你的掌控之中。同時它還會處理掉大部分的顛簸感，特別的果斷，沒有那種拖泥帶水的感覺。領克對於底盤調教方面啊，確實有東西，兄弟們啊，建議大家一定要去試駕感受一下這台車。最後我做個總結啊，就2字兒，好開。再聽一下哈曼卡頓的音響效果。你是遙遙的路，深夜到無力的燈。目前這台 Z20 的話，一共是有3個配置，它的預售價格分別是14.6萬、15.6萬和16.1萬。如果說咱們想在15萬的純電 SUV 裡面選擇一個好開、顏值高、配置高，並且還安全的車型，其實可以關注一下這款車。那麼還想看什麼車？點讚關注，我是高航，下期再見。